结婚10周年纪念日，我的妻子在宴会上用外语和情人聊天。她不知道我精通8国语言，更不知道被她嫌弃了10年的丈夫是亚太最大的隐形财阀。关关 ¿Por qué en aquel momento te casaste con este inútil? Mantente en silencio. Mi marido todavía está al lado. ¿A qué le temes? Él no entiende nada de todos modos. 今晚歇萨西 divorciémonos。你怎么会说西班牙语？陆晨，今天是婉儿和你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你爸请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穿件打折西装是存心来给我丢人现眼的吗？就是啊，姐夫，不是我说你，我姐跟着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就因为你，让我们林家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我的工作不偷不抢，脚踏实地，我不觉得丢人。就你那英语翻译员，干了这么多年，连个中层管理都没混到。哟，阿姨，娇娇，都在聊什么呢？婉儿，你今天真美，这条裙子特别衬你的气质。星宇，你来了。陆兄弟，不是我当朋友的说话直，你那个小翻译公司一个月能有几个油水？你看看我，最近搞了个投资项目，随便一转手就是几百万的利润。不劳顾先生费心，我自己的妻子我会照顾，你的大事业也未必就见得光。你拿什么照顾？星宇说的对，你就是没上进心，烂泥扶不上墙。你要是有星宇一半的本事，我妈今天能这么生气吗？哎，婉儿，别这么说陆兄弟，他能力有限，眼界也窄，犯不上生气。行了行了，看着他就烦，先坐下来吧。Prima, ¿cómo va ese plan? No se dio cuenta, ¿verdad? Prima, ¿cómo va ese plan? No se enteró de exprimir su propiedad, ¿verdad? No te preocupes, su tonto no se dio cuenta de que el dinero en la cuenta había sido transferido casi por mí. Todavía la prima tiene los medios, y cuando tengas el dinero, puedes vivir una buena vida con el hermano Xingyi. 老公，怎么不吃东西？胃口不好。老公，喝口燕窝补补身体。今天是我妈脾气不好，说话难听了些，你别往心里去。我不饿，你自己吃吧。刚才你和顾星宇聊得挺开心的。哎呀，都是朋友嘛。星宇见多识广，我就是请教他一些理财方面的问题。好喝吗？挺好。Asegúrase de ocultarlo a Lucien. He hipotecado la casa de boda en la que vivimos, y el dinero que he recobrado se puede llamar a Xingyu de inmediato. 这燕窝味道不太对，有点馊了。胡说八道什么？这可是几千块1两的极品燕窝，你没吃过好东西就别乱评价。姐，你管它干嘛？山猪吃不了细糠，我们去那边吃，赵总还等着我们呢。帮我调查一个人，顾星宇。查一个人，顾星宇。老公，我听娇娇说，市中心新开了一家高端瑜伽班，对调理身体效果特别好。身体不舒服就去报名，健康最重要。可是那个瑜伽班的会费有点贵，唉，我问了一下，一期的高级课程要28000。28000？我上个月刚给你转了3万，这么快就用完了？老公，你是不是嫌我花钱多了？你要是不舍得这几万块钱，那就算了。别激动，我没说不给，卡号还是原来那个吧。对，还是那张卡。老公，你对我真好，谢谢老公。那我先睡啦，明天还要早起去抢名额呢。李勋，查的怎么样了？陆总，全都查清楚了。那个顾星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他身上背着上百万的巨债。林婉，你的眼光还真是独特。陆总，他正联手林婉，一步步榨干您名下的财产。继续说。顾星宇最近在拉800万的投资，其实是在做最后的套现。800万，他没那个机会了。明天把所有材料送到我的办公室。李勋，让你调查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陆总。这是您要的所有监控录像和银行流水清单，林婉和顾星宇的每一次密谋，全都在里面了。他签的这是什么文件？
这是一份高息借款合同，以您名下房产作为抵押。林婉他伪造了您的亲笔签名，连我的签名都学会伪造了。这2年他倒是长进了不少本事。不仅如此，陆总，林婉不仅伪造债务，他还偷偷挪用了你们2人的联名存款。他分了15次，一共偷挪了40万。40万，他还真是大手笔。陆总，只要您一句话，我马上让律师团队介入，送他们去吃牢饭。不必，猫抓老鼠，一击毙命就没意思了。陆总，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处理？对了，我那好岳父林建国的建材公司调查的怎么样了？陆总，我们查到林建国的建材公司收到中远建材的原料后，对原料进行再加工，他们的产品长期偷工减料，钢筋的强度连国标的1/3都不到。李勋，中远建材目前的市场估值是多少？陆总，中远建材目前估值大约2亿，是林建国最大的供应商，试着全资收购中远建材，我马上办。爸，你别喊我爸，我没你这么没出息的女婿。爸，先吃饭吧，有什么事吃完再说。吃，你就知道吃。你看看别人家女婿，能在商场上帮老商人分担工作，你呢？你爸公司最近生意亏损，你还有脸吃得下去？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记得你那个翻译公司的老板不是挺有钱的吗？你明天就去求他，给我借100万出来周转。100万？老板怎么可能借给我100万？这不现实。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就算跪在地上磕头磕出血，你也得把钱给我要来。婉儿，你也觉得我应该去找我老板借钱吗？老公，我爸现在公司这么困难，你身为林家的一份子，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呀。爸，听说您公司最大的供应商是中远建材。你别管那么多，给我老实借钱去。我只是关心一下爸的生意。够了，少给我阴阳怪气。吃饱了你给我去厨房洗碗，看着你这张脸我就倒胃口。就是，还不快去！老公，你别生霸气，他最近公司压力大，才拿你撒气。我没生气。你要出门？林交的电话，他晚上有副局，催我过去。好，注意安全。姓顾的，今天再不结清尾款，我们几个兄弟就把你这破无道士砸了！各位大哥，再宽限2天。少废话，今天拿不出钱，你这工作室别想要了。别砸，我马上借钱。住手！钱我带来了，拿了钱赶紧滚，以后不许再来骚扰星宇。哼，算你走运，兄弟们走。幸亏你赶到，等我拿到投资，10倍还你。星宇，只要工作室能开张，这点钱算什么？李勋，顾星宇所在的这栋写字楼，今天之内买下来。刚刚开过去的迈巴赫，车里怎么那么像我的老公？姐夫来了，怎么不穿好点啊？今晚在座的都是有身份的人。赶紧坐下吧，别乱说话。陆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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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您是不是搞错了？我老公就是个翻译，不是您口中的什么陆总。就是赵总，我姐夫就是一个小公司的翻译，您肯定是认错了，他哪能跟您比啊？当翻译的啊，挺好，饿不死。赵总说的对，他就是没上进心，一辈子挣那点死工资。听说赵总最近手里忙着大项目，说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嘛。不是我吹牛，我手头正操作一个20亿的大项目，利润至少翻3倍。赵总您太厉害了，姐夫，你就算做8辈子翻译也见不到这么多钱吧？ 20亿的投资，
赵总好大的手笔！你个破翻译懂个屁！我指甲缝里露出来的钱都够你这种底层人挣一辈子。赵总，您消消气儿，别跟他一般见识。对了，赵总，我有个朋友的舞蹈室正在找投资扩建，您这边能不能考虑考虑？舞蹈室，可以考虑。不过什么？不过听说你父亲林建国的建材公司最近在争取一个大工程。其实我在上游渠道也有不少资源，以后有这种好事儿，咱们两家可得多多关照，为以后拓展渠道打个基础啊。赵总您太客气了，您愿意提携我爸那点小生意，来，我敬您一杯。就是啊，赵总可是明月资本的大老板，我表姐以后可就指望您多照顾了。哪里，大家都是朋友。赵总真是低调有为。那我朋友那个舞蹈室扩建找投资的事情，您看？既然是你的朋友，我回去就准备，走个流程就行。太感谢赵总了，我就知道您是个有格局的老板。表姐，你看人家赵总，再看看你家这位，连句话都不会说，真是扫兴。你们在谈几十亿的投资大生意，我一个做翻译的确实插不上话，安静听着就好。走吧，时间不早了，我带你们去地库看看我的新车。哇，赵总，这车也太拉风了吧！一般吧，也就是随便开着玩玩。哎，等等，这谁的电瓶车停在我的新车旁边？要是刮花了车漆，卖了这破车都赔不起。是我的车。原来是你的座驾呀！把这车弄走，看着太碍眼了。你这是干什么？不好意思啊，兄弟，我这保镖脾气暴，一辆电瓶车而已，回头我给你买新的。陆晨，你还不快点把你的破车扶起来，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明明是他让保镖无理踹车在先，反倒怪我丢人。让你往旁边挪个车怎么了？你非要让我们所有人都下不来吗？姐夫，赶紧闭嘴吧，还嫌不够丢人吗？抓紧时间回家吧，别在这里碍赵总的眼。李勋，昨天那件事办得怎么样？陆总，昨天那栋商业大楼正式归入陆氏名下，顾星宇现在是您的租客了，花费4个亿。花费了4个亿吗？是的，陆总。老公，什么花费4个亿？没什么，就是公司亏损了4个亿，后续公司有可能降薪什么的。那顾星宇那边的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们的人刚刚截获了一段顾星宇和合伙人的通话录音。陆总，您现在听一下吗？放。林婉那个蠢女人，把她老公的钱都拿过来给我了。那小子要是发现咱们掏空了他的底子，不会报警抓怎么办？毕竟那可是40万现金和一套老宅啊！报什么警？字是林婉伪造签的，房子也是林婉偷偷拿去抵押的。至于她那个老公，更是个废物。陆总，林婉居然伙同外人算计您的资产，需要我们提前派人制止顾星宇吗？不用，让他继续做他的大梦。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玩，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明白。那您和林婉女的婚姻，接下来该怎么处理？通知法务部立刻起草离婚协议书，财产分割方面按照我的表面资产去写。这份婚姻关系，我不打算再继续下去了。好的，陆总，我马上去办。另外，关于您隐藏多年的真实身份的事情，通知公关部将陆氏集团实控人公开亮相的新闻发布会越快越好。陆总，您终于决定不再隐藏身份，要正式出面接管集团了吗？也是时候了，我倒要看看，当他们知道自己得罪的是谁时，还能不能像今天这么嚣张。是，陆总，我这就去安排发布会的场地和媒体。10年了，美梦也该结束了。老公，快洗手吃饭，菜要凉了。不用麻烦了，今天不吃了。怎么了？工作不顺利吗？哎呀，你一个做翻译的，拿那么点死工资，受气也是难免的，忍忍就过去了，回家摆什么脸色？既然觉得委屈，那就别委屈了，离婚吧。你说什么？离婚？你是不是疯了？我们结婚2周年纪念日刚过，你跟我提离婚，你凭什么跟我提离婚？字我已经签好了，你看一下协议，如果没有异议，明天就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别浪费时间。我不看，陆晨，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跟了你整整10年，你现在居然为了外面的女人要甩了我！我在外面有没有人，你心里最清楚。这10年你到底是在给我当牛做马，还是在拿我当提款机？你胡
胡说什么？我每天为了这个家精打细算，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你去看看别人家的老婆，哪个不是穿金戴银？我爸妈每次来，你都给脸色看，我受了多少委屈。够了，我不想听你这些废话。房子归你，车也归你，我们名下的共同存款一人一半。房子和车都给我，你肯定是在外面有了小三，怕事情闹大，对吧？你想用这套房子就把我打发了？我告诉你，没门儿！林婉，这是我对这2年最后的仁慈，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不离婚，我死都不离婚，除非你净身出户，把你所有的钱都给我，否则我明天就去你们翻译公司闹，让你在全公司人面前抬不起头去。婉婉 ¿Por qué en aquel momento te casaste con este inútil? 协议在这里，明天早上9点，民政局门口，来不来随你。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这是什么语言？你从哪儿学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听不懂，那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宴会那晚，你那好表妹林娇是怎么问你的？那天晚上人那么多，我怎么记得林娇说了什么？你别想套我的话。Prima, ¿cómo va ese plan? No se dio cuenta. 你怎么会西班牙语？你不是只会英语吗？你一直在装傻。我从来没说过我只会英语，只是你太自大，根本没想过去了解你的丈夫。陆晨，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抵押房子、挪用存款，都是为了帮我爸拉投资。你知道的，我是为了这个家好啊。为了这个家，你到现在还在骗我。你伪造我的签名，这也是为了我好。你偷偷挪用存款，给顾星宇转了40万，这也是为了拉投资。你查我！你居然偷偷查我！你侵犯我的隐私！你跟顾星宇在舞蹈工作室门前拉拉扯扯，你亲手拿大笔现金替他还债，你把我的证件和签字照片发给他，准备把我的老宅过户，这些都需要我拿出证据吗？老公，我错了，我是一时胡，是被顾星宇骗了啊！他花言巧语，我一时鬼迷心窍。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就一次，我们重新开始，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明天上午9点，民政局门口见。如果你不来，我会让顾星宇立刻破产，同时把你伪造签名的证据提交给警方。你别后悔，离了我，谁还看得上你？不劳你费心。陆晨，这2年的夫妻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我到现在都像做梦一样。证都已经拿了，还演什么戏？既然都已经离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你拿了个小行李箱就走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吧？你打算搬去哪里住？我的事儿以后不用你操心，管好你自己就行。一日夫妻百日恩。之前为了家里生意周转，用你名义借的那些债务，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的。你作为一个男人，总不能拍拍屁股就走人吧？你还想让我继续替你还债？什么叫替我还债？那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借的啊！你好歹帮我分担一下。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债务各自承担。你伪造我签名欠下的钱，你自己去跟顾星宇算账，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你这人怎么这么绝情？你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活该你做一辈子穷翻译。随你怎么说，再见。穷骨头，开个破车有什么好神气的？等我拿了赵老板的投资，跟星宇飞黄腾达了，有你后悔求我的时候。陆晨，你个没用的东西，居然敢跟我女儿离婚，谁给你的胆子的？离婚协议是林婉自愿签的字，他没告诉你原因吗？你有什么资格提离婚？你马上给我滚回来，在婉婉面前认错，否则我让你在整个江城混不下去。姓陆的，你这个白眼狼，你等着，我现在就去你公司闹，我要让你身败名裂。姓陆的，你这个白眼狼，你等着，我现在就去你公司闹，我要让你身败名裂。姐夫，哦不对，前姐夫，就你那点工资，连我表姐的一个包都买不起。
赶紧滚蛋吧，别再缠着我表姐了。你装什么死？我告诉你，没个100万赔偿费，这事儿没完。你们骂够了吗？骂够了，就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日子，因为好日子到头了。将林建国公司偷工减料的证据递给有关部门。另外，中远建材立刻对林建国断供。是陆总，我马上去办。赵总，这次真是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帮忙引荐，我这辈子都进不来陆恒资产的大门。这可是陆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啊，传说中的1000亿资本。这可是陆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啊，传说中的1000亿资本。小顾啊，你既然是林婉推荐的，那也就是我赵括的朋友。我在陆恒资产的内部关系，帮你拿个几百万投资，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以后林家那边的建材渠道，你可得多帮我美言几句啊。您放心，林婉现在对我服服帖帖的，林建国的建材公司以后绝对给您最优惠的价格。不过赵总，我这伪造的流水账单和企划赞，万一被看穿了怎么办？怕什么？有我给你背书呢。这种大财团看重的是发展潜力，谁有空查你那几张破纸？再说了，只要投资一到手，你的财务危机不就解决了吗？等会儿人家来了，你把背挺直了，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给我丢人。是，有您在，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来了，赵总，这一定是那位投资高管，我们赶紧迎接。准备好，拿出我们企业家的风范来。记住，能搭上陆恒资产，我们以后在江城就可以横着走了。顾星宇先生，赵括先生，我是陆氏集团执行党支办公室特助李勋，让二位久等了。李总，您看这份企划案，我们工作室虽然规模不大，非常成熟，师资力量都是业内顶尖的。只要这笔800万的资金注入，我保证1年内实现盈利。是啊，李总，小顾这个人我非常了解，有冲劲，有想法，非常有潜力。我赵括可以担保。说实话，800万这个数目对陆恒来说，也就是9牛1毛的事儿，全当交个朋友。800万，太少。这个项目，我们投2000万。2000万？800万，太少了。陆恒资产从来不接低于1000万的小案子，这个项目，我们投2000万。2000万？李总，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您真的愿意给我们2000万的投资？白纸黑字，随时可以拟合同。我看好你们在江城的发展潜力。哎呀，李总真是豪气啊！小顾，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谢谢李总！这下你可是彻底飞黄腾达了！谢谢李总，谢谢李总，我顾星宇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恩情，我绝不会让您失望。我这就去准备接收资金的账户。赵总，2000万啊！等钱到手，我非得买辆跑车，好好显摆一下，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全都闭上嘴。这些回头再说，赶紧给林婉英白发消息，告诉他们2000万到手了，让他们想个办法把陆家剩下的那点资产全榨干净，1分钱都不留给那个叫陆晨的废物。二位先别急着庆祝，这笔2000万的投资数额不小，所以需要附带一个小小的条件，你们需要签一份对赌协议。另外，我们大老板今天刚好在隔壁市场。大老板今天刚好在隔壁市场。那就是传说中陆氏集团背后的大老板。这气场，难怪能掌控1000亿集团。李总，能让我们见见大老板吗？就一面，1分钟。坐下，大老板的行程也是你们能窥探的。坐下，大老板的行程也是你们能窥探的。是，李总教训的是，我们太冒昧了，越界了。这是对赌协议，2000万可以投给你们，但期限是1年，利润必须翻倍。如果做不到，你们需要双倍赔偿投资款，也就是4000万。李总，这风险是不是太大了？万一有什么不可控因素，小顾，你犹豫什么？干大事哪有不承担风险的？这是你绝地翻身的唯一机会，有明月资本在后面顶着你，有我在后面顶着你，你怕什么？赶紧签啊！可是万一赔了呢？我现在财务状况根本承受不起任何打击了。赶紧签啊！可是万一赔了呢？我现在财务状况根本承受不起任何打击了。你想想，林婉现在多崇拜你，你要是认怂了，她立马就能看薄你，你还想不想娶她了？对，我不能推所说的对，这是绝地翻身的唯一机会，签了就签了，2000万到手，我怕什么？李总，我签，我相信我的能力。
祝你好运，顾老板。喂，王总啊，是不是上次那批货特别满意？我早说了，我林建国供的料，整个江城找不出第二家。林建国正式通知你，中远建材断供。林建国正式通知你，中远建材断供。从今天起，一粒沙子都不会再发给你们公司。王总，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可是10几年的老合作关系了，10几年的交情啊！这节骨眼上你给我断供，我的工程全都得停工啊！你这是要逼死我！事情当别人不知道吗？别怪我没提醒你，你惹了不该惹的人，好自为之吧。喂，老李，你帮我打听打听，中远那边到底发什么疯了？说断供就断供，连个理由都不给，10几年的合作关系啊，说翻脸就翻脸。林建国的材料偷工减料，我们工地已经被质检部门要求全面整改了。张总，你听我解释，给我3天不2天1天，给我1天时间，我一定把好货送到，千万别取消订单，千万。没得商量，林建国，你马上准备好800万的违约赔偿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全完了。我几10年的心血，一上午全被毁了！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在背后下黑手？是谁？备车！去中远建材！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背后搞我！姓王的，你给我出来！你凭什么断我的货？凭什么？咱们几10年的交情啊，几10年的老哥们儿，你不能见死不救，你不能看着老哥我死啊！林老板，别在这儿撒野了，我们老总吩咐过，林家的人一律赶出去。放肆！你一个看门狗也配跟我这么说话？叫你们老总出来见我，叫他出来！赶出去！姓王的，你出来！姓王的，你看着我！咱们几10年的交情，你就这样对我？婉婉，爸的公司要破产了。婉婉，爸的公司要破产了。喂，爸，你不是在公司忙吗？怎么有空打给我呀？我正做美甲呢。破产？怎么会这样？那我以后怎么维持生活？中远断供了，公司也被举报了，客户全部在索赔，资金链彻底断了，彻底断完，爸几10年的心血全没了。婉婉，你不是刚认识那个大老板赵阔吗？你立刻去求他出面帮忙。爸，你放心，赵老板对我特别好，昨天吃饭的时候还说要给我朋友投2000万呢，我这就去找赵总，你等我消息，分分钟搞定。攀上陆氏的关系，以后还有林家的建材生意，整个江城的钱都得从我赵括手里过一遍。进门不知道敲门，慌什么慌？天塌下来有老子顶着，你见鬼了！赵总，出大事了！这栋篝火被人收购了，新业主发来通知，限我们2天内全部搬走。我租期还有半年，白纸黑字的合同在那里摆着，哪个不长眼的敢动我赵括的地盘？人家新业主根本没跟咱们谈合同，双倍违约金直接打到公司账上了。前台保安已经在大厅贴清去告示了。赵总，新来的老板买下了整栋楼，现在新业主愿意付双倍违约金，我们只能请你配合搬走。他是不是钱多到没处花了？宁愿多付双倍违约金，也要让我赵括搬走？这我就不知道了。赵总，你及时搬走就是了，不然2天后我们替你搬。赵总，您这是在干什么？我爸的公司遇到点困难，正想找您借点资金周转周转呢。您怎么在搬公司？借个屁！老子自己的老巢都被人端了，你看不到吗？你马上给我扛！赵总刚查到了，新业主正是刚刚给我们投了2000万的那家中恒资产。怎么会是他们？难道是我今天签合同的时候哪里得罪了他们？还是顾星宇那个蠢货的假流水被他们看穿了？一旦被周恒资产封杀，别说江城，整个华东商圈都没人敢跟我赵括做生意！该死！快去查！
周恒资产背后的实控人名单，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人物，我都要亲自登门道歉。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我。电话打通了没有？赵括怎么还不接电话？继续给我打到他接为止。公司账上1分钱都没有了，催款的堵在门口，工人要工资，供货商要货款，客户要赔偿金，再没有钱，主子明天法院就要来查封公司了。爸，赵总昨天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砸东西，然后他直接把我赶出来了，我什么都没来得及说，他就叫我滚。现在电话也一直不接，他一直不接，这到底是什么孽呀？好端端的，怎么断供就断供，说破产就破产了？婉婉，你赶紧去找顾星宇啊！他不是跟你说刚拿到2000万投资吗？让他拿钱出来救急呀！你们不是快要结婚了吗？以后就是一家人了。顾星宇是你的男朋友，他不能见死不救。顾星宇那边也出事了，他工作室界所有的客户突然集体违约，客户不仅要求退还全值定金，还反过来告他欺诈，他的资金冻结了，烂货的也被封了，他现自身难保。林总，不好了！公司来了好多执法人员，他们直接去仓库查材料了，保安拦不住，谁也拦不住。完了，这下全完了。陆总，最新进展汇报：林建国的建材公司已经被多个执法部门联合查处，仓库被贴了封教，核心客户全部提起索赔诉讼。顾星宇工作室客户集体违约，对赌协议正进入违约倒计时。至于赵括现在正被物业保安从他的办公室里往外赶，他挣扎的时候绊了一跤，摔倒了。知道了，这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利息。发布会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了？一切就绪，就等您登场了。发布会场选在江城金融中心顶层，全球财经媒体已经全部到场。陆总，12个小时后，江城乃至全球都会为您震动。谁啊，这么不长眼？什么？陆氏集团那个神秘的实控人终于要公开露面了，而且发布会现场就在江城。林江，我现在没心情听你八卦，我家里快被逼上绝路了。杨姐，别管催债的了，快打开电视财经频道，出天大的事儿了！林娇非让我看什么直播，现在家里都快被催债的逼疯了。看这些千亿大老板的新闻能当饭吃吗？有钱人又不会把钱分给我。电视上那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像陆晨？不是出名，他手上戴着的那枚旧戒指，可是我当年在路边摊买的结婚戒指，真的是他，是他！陆总，有传闻说您在过去10年里完全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民间，请问您为什么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点突然决定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因为有些身份不需要再藏。喂，赵总，你看到新闻了吗？你看到了吗？原来陆晨他就是乔，你这回可是把我们所有人往死里坑啊！赵总，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介绍你们认识而已，我也不知道他。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被迫搬出来的那栋大楼新买家是谁？就是那个陆晨，他是我赵括的房东，他还是周恒资产背后真正的实控人。什么？他是你的房东？那你的投资，你的明月资本？不仅是投资，他现在掐断了我所有的货源。我赵括在江城混了20年，现在连一个电话都打不通了。所有以前跟我称兄道弟，一听我的名字就挂电话。那天晚上在饭局，在酒桌上的地下车库，我们是怎么对他的，这些他都记住了。林娇，我们全完了，彻底完了。你们干什么？我刚拿到陆恒资产2000万投资，马上就是大老板了，你们敢动我试试？物业正式通知，这栋楼不再对外出租，现在我们要强制清场，大门贴封条。你们凭什么不对外出租？我要去法院告你们！随便你告，顺便提醒你，没有客户，没有资金，对赌协议马上爆雷，准备好面临违约失赔。带走。喂，李总，我这边出了点意外，能不能先借500万救急，半年内连本带利还你？借钱？顾
星宇，现在整个江城谁敢借哪怕1分钱给你，你得罪了谁自己心里没数，惹了陆氏集团老板自寻死路，等死吧！王总，您一定要帮帮我，我现在连吃饭的钱都没了。别给我打点电话了，你惹了陆氏集团，谁沾你谁倒霉，好自为之。林婉，你给我滚出来！开门！马上把钱给我吐出来！你这个骗子，你居然还有脸来找我！你把我害得还不够惨吗？我骗你，是你自己贪得无厌。马上把钱拿出来给我还债，否则我今天在这楼道里跟你同归于尽。我哪里还有钱？那40圈全被你骗去填你的空壳公司了，我现在连这套房子都快保不住了。你爸破产关我屁事！你离婚分的钱呢？剩下的也给我。滚开！你这个背着巨债的穷光蛋，你那些流水账单全是伪造的。你那曲名媛做派不也是用你前夫的血汗钱堆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骂我？是你天天怂恿伪造陆晨的签名，怂恿我拿老宅去抵押，我是瞎了眼才信你。你每天嫌弃陆晨是个拿8000死工资的废物，可结果呢？结果那个被你当垃圾扔掉的男人，是身价3000亿的陆氏总裁。别说了，你给我闭嘴！你现在这副追悔莫及的丧家犬模样，真是太可笑了。要不是你天天怂恿我，我现在就是首富太太。是你亲手毁了我的命运。是你自己嫌贫爱富，活该你落得这个下场。姓林的，赶紧出来还钱！今天再不给工资，我们就把你的大门彻底砸烂！喊什么喊？老子公司现在都快倒闭了，账户里1分钱都没有，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有本事你去告我！老林，你吼有什么用？你不是人脉广、面子大吗？怎么一出事儿，那些朋友连个电话都不接了？你懂什么？中远建材突然断供，赵括的写字楼被收购，这些不是偶然，肯定是陆氏集团要整我们。现在咱们家唯一的指望就是顾星宇了，希望婉婉能接到钱。婉婉，你怎么这时候过来了？顾星宇给你钱了吗？爸，我们全完了。那个强行收购中远建材、彻底断了你所有会员的幕后老板是陆晨。你说什么？陆晨一个月赚8000的穷翻译，还有这本事？新闻刚刚公开直播了，他是陆氏集团的老板，收购中远建材的就是陆晨。不可能！那个窝囊废怎么可能是陆氏总裁？他在我们家低声下气洗了2年碗啊！我真瞎了眼啊！我亲手毁了林家，我骂了他整整2年废物啊！我这是自作孽不可活啊！姑娘，麻烦你通报一声，我是你们陆总的岳父，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见他一面，求你行个方便吧。抱歉，这位先生，没有提前预约的人一律不见。保安，请这2位闲杂人等出去，不要影响我们集团的正常办公环境。你怎么说话的？你们老板以前还在我家厨房里洗过碗呢，他给我刷盘子、刷碗、倒垃圾，你敢拦我？老太太，别在这碰瓷儿了！老太太，别在这碰瓷儿了！我们陆总是陆氏总裁，能去你家洗碗？你是不是受刺激发神经了？赶紧走，别逼我们动手赶人！真动起手来，你们一把老骨头可吃不消！别吵了，今天见不到陆晨，得不到他的原谅，我们林家明天就全完了。这沙发是给重要合作贵宾坐的，你们俩去那边站着去。老林，我们大半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这也太欺负人了！忍着，只要陆晨能消气，这算什么？这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了。哟，这都8个小时了，还在这罚站呢？真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陆总能正眼看你们啊？像你们这样站到死的也没用。我站不住了，他是不是？这都8个小时了，还在这罚站呢？真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陆总能正眼看你们啊？像你们这样站到死的也没用。我站不住了，他是不是故意晾着我们？别废话，就是累死也得死在这儿，绝对不能走。陆晨，好女婿，你终于肯出来见我了。陆晨，是我呀，你岳父，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前都是我不对。好女婿，以前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狗眼看人低，求求你高抬贵手，我把公司1半的股份都给你。陆晨啊，妈以前不该骂你，不该让你洗碗、拖地、倒垃圾，你大人有大量，我们给你磕头了还不行吗？林建国，你觉得我陆氏集团看得上你那个负这类的破公司吗？陆晨，我们好歹是一家人啊，这2年的感情难道就一点都不剩了吗？一家人，这2年里你们在饭桌上无情嘲笑我，在亲戚面前百般羞辱我，
直言我是个废物，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就知道你是做大事的人，不会跟我们这种小人物计较。你们一家想转移我的财产，想窃取我的老宅，林建国，你还想逼我去借钱？那都是因为公司急需资金，一时糊涂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收起你们可笑的借口，成年人做错了事，就要付出代价。陆晨，你难道真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吗？陆总，陆先生，求您给我2分钟，我是明月资本的赵括呀，您见我一面吧。陆总，我知道我那天晚上瞎了狗眼，我不该让保镖踹您的电瓶车，我现在知道错了，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活路。赵先生，陆总的时间非常宝贵，不打算浪费在你这种人身上。李特助，这是我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协议。李特助，这是我公司全部股权转让协议，我愿意用全部股权换取宽恕。明月资本的股权，赵先生，以我们陆氏集团的3000亿体量，会在乎您这濒临破产的公司吗？李特助，求您帮我说句好话吧，都是林娇那个贱女人误导我，我才冒犯了陆总。赵先生，把责任推给别人，并不能掩盖你踩高捧低的本事。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承担后果。不要，全完了，全完了。陆总说您那辆法拉利不错，可别卖了。爸，你怎么来了？公司有转机了吗？婉婉，我的公司彻底破产了，爸要是再拿不出钱，这辈子就只能在监狱里过了。婉婉，爸只能靠你了，只要你在这份担保协议上签个字，爸就能借到一笔救命资金。担保协议？爸，这会不会有风险？就是走个过场，签了字，挽救了林家，你就是最大的功臣，证明给陆晨看，你也是有能力的。好女儿，好女儿，爸这就去办，你等着好消息。张狂，你要干什么？这是私闯民宅，我要报警！你这个贱人，都是你给我牵线搭桥，让我去招惹陆晨，公司、房子、车全没了，我赵括18年的心血全毁在你手里。我也是受害者，我也不知道那个废物会是陆氏集团的总裁，我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的钱你来赔，没现金就拿这些包、这些鞋、这套房子来抵。你们干什么？这是我花几10万买的限量版，能花了赔得起吗？赔？赵括已经彻底破产了，这些就是他抵债的利息，滚一边去！林娇，你可真能装啊！天天在朋友圈装名媛，原来这高档公寓是借我们高利贷租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住这里？谁告诉你们的？你的底细全被发在群里了，欠了巨额网贷，你这个骗子，今天必须把钱还清！大哥，我真的没钱了，钱都买包了，你们把包拿走吧，求求你们放过我！几件破衣服管什么用？把他身上值钱的首饰全扒下来，这套公寓也归我们了。走路不长眼啊，瞎了吗？顾星宇，你个死骗子！要不是你骗我表姐，我们林家能被害成这样吗？你还有脸怪我？你们一家人都是嫌贫爱富的势利眼，现在陆晨成了首富，不要你们了，活该！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骂我？陆晨隐瞒以1000亿首富的身份，肯定是对我的测试。他当年那么爱我，只要我穿上这条裙子，放低姿态去求他，他一定会心软的。他心里肯定还有我。陆晨，你等等我！陆晨，放开我！我是你们陆总的妻子。陆晨，你看看我穿的什么？这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白裙子，我一直留着。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陆晨，我以前对你发脾气都是因为我太在乎这个家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林婉，如果我还是那个月薪8000的翻译，你还会穿上这条白裙子跑到这里来？陆晨，我真的爱你，没有你我根本活不下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的演技真是越来越精湛，可惜这套把戏对我早就没用。老公，求求你原谅我，我真的知道错了。林婉，你以为我真的爱你吗？林婉那个蠢女人，现在对我言听计从，把她老公的钱都拿过来给我了。你那个翻译公司的老板不是挺有钱的吗？你明天就去求他。老公，你身为林家的一份子，做出点牺牲也是应该的呀。这不是真的，陆晨，你听我解释，当时是我逼我的。被逼的？那你伪造我的签名去抵押老宅也是被逼的，那可是我陆氏的老宅。那是顾星宇骗我的，我一时糊涂上了他的当，我是无辜的。那这转移到顾星宇账户的10万是怎么回事？那40万是为了咱们以后的生活做投资啊，我真的是为了你好。林婉，直到现在你还在撒谎，你根本不爱任何人，你只爱钱。林婉，直到现在你还在撒谎，你根本不爱任何人，你只爱钱。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们10年的夫妻，你连一条活路都不给我留吗？你就是想看我死是不是？这是你应得的代价。林小姐，这是您父亲的医药费催款单，再拖下去，有些自费药我们真的没法再开了。医生，求求你再宽限几天好不好？我一定想办法筹到钱。我爸现在不能停药，停了药他就没命了。医院有医院的规定，我们已经宽限很久了，你们家属尽快想办法吧。这可怎么办啊？老林要是停了药，连命都没了。婉婉，你快想想办法呀！陆晨根本不可能给我钱，他恨不得我们全家都死在街头。你别再提他了，都怪你！你要是早点发现他是首富，我们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你爸怎么会躺在医院里等死啊？够了，别说了，我这就去借钱，我去还不行吗？老板，我那辆车必须今天马上卖掉，对，腰斩也行，只要能马上拿到现金。林婉女士是吗？这是法院的查封令。查封什么？我爸的公司已经破产了，我们什么都没了。你爸是破产了，但你名下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婉婉，真的是你！林婉，你这个害人精！你看看我现在被你害成什么样了！顾星宇，你冲我吼什么？你自己是个专门骗钱的废物，没本事还债，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要不是你，我会惹上陆氏集团吗？会签那份要命的对赌协议吗？全都是你连累的！明明是你骗我偷录转移的存款，骗我抵押老宅去填你的空壳公司，还怪我头上！是你自己贪心不足，你有眼无珠，亲手把首富老公做没了，你怪谁？婉婉，真的是你！林婉，你这个害人精！你看看我现在被你害成什么样了！顾星宇，你冲我吼什么？你自己是个专门骗钱的废物，没本事还债，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要不是你，我会惹上陆氏集团吗？会签那份要命的对赌协议吗？全都是你连累的！明明是你骗我偷录转移的存款，骗我抵押老宅去填你的空壳公司，还怪我头上！是你自己贪心不足，你有眼无珠，亲手把首富老公做没了，你怪谁？是你毁了我当首富太太的机会！你要是不骗我，我现在想要什么没有？你赔我的人生！滚开！你这个疯女人！你以为陆晨还能要你？你做梦！你这种贪慕虚荣的蠢货，白送都没人要！顾星宇，你不得好死！我爸现在瘫瘫在床，我连住的房子都被查封了，全是因为你！呸！你活该！不，我还有机会的。他爱我，他一定还爱我。只要我再见到他。
你好，请问陆晨在吗？我是他妻子，我找他有急事，求你让他出来见我一面。你好，请问陆晨在吗？我是他妻子，我找他有急事，求你让他出来见我一面。陆晨，他早就辞职了，你不知道吗？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了。辞职了？他去哪里了？人家是千亿首富，怎么可能还留在这儿上班？赶紧走吧，别在这儿捣乱，我们还要工作呢。陆晨，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我刚才去你前公司找你，他们说你早就辞职了。你在哪里？我想见你一面，好不好？老公，我爸骗我签了担保协议，我那套房子被法院查封抵债了，你帮帮我好不好？房子、车、存款，当初都归你了，以后的路各走各的。陆晨，你怎么能这么冷血？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这花都快烂了，花瓣都黑了，还卖5块钱一支，2块钱卖不卖？阿姨，2块钱真卖不了，进价都要3块呢。您给4块吧，我就赚1块钱辛苦费。就这种破烂货还想卖4块，不买了。别走别走，2块就2块，阿姨拿好。我以前买一个包都要10几万，现在聚了2块钱在这里求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林女士，这是陆总让我送来的。林女士，这是陆总让我送来的。李特助，我就知道陆晨心里肯定还有我。这里面是什么？是不是他给我的安置费？林女士，您可以自己打开看看。这是什么？这上面写的数字是什么意思？陆总吩咐，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您有权知晓。结婚1周年纪念日的红色大衣，意大利顶级手工高定，价值35万。那件大衣是陆总特意请米兰的首席设计师为您量身定制的。还有这条珍珠项链，南非深海黑珍珠，价值120万。林以为的几百块的首饰、摆菜的代步车，全部是定制的顶级高定。这不是真的！南非深海黑珍珠，价值120万。林以为的几百块的首饰、摆菜的代步车，全部是定制的顶级高定。这不是真的！这些东西我嫌便宜、嫌寒酸、嫌拿不出手。陆总让我转告您，戏演完了，道具他就不收回了。我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为什么？我为什么要亲手粉碎？我怎么会这么蠢？我为什么要去嫌弃陆晨？我为了林娇那句奉承话，为了赵宽那个假老板，为了顾星宇那个死骗子，我居然把他赶出了家门。我活该落到这个下场，我亲手毁了自己的人生。陆总，林家破产清算全部走完，林建国偏瘫在床，顾星宇涉嫌诈骗被抓进去了。至于赵括和林娇，背着巨额债务，已经去外地打工还债了。这些无关紧要的名字，以后不用再向我汇报了，明白？林婉那边，他现在卖花，自己租了个小单间，他会明白钱是来之不易的。是的，飞往华尔街的专机安排好了，海外3个项目等您主持。走吧。陆总，凯德资本的底蕴全球有目共睹。陆氏想要收购我们的核心技术，之前谈好的条件，现在看来还不够。陈总，我们开出的价格已经高出市场评估20%，这个诚意在全球范围内都找不出第二家。凯德不只要回陆氏集团额外让渡北美市场的渠道权，让渡北美市场渠道权？沈总，您这是狮子大开口！陆氏布局5年，你们想借壳下蛋，侵吞我们的心血？谈不拢，凯德绝不签字。陆总，您的决定呢？北美渠道是陆氏集团的红线，绝不可能让渡。凯德如此缺乏诚意，今天的谈判到此为止。陆总真是果断，希望您回国的时候不会因为错失新能源的未来而后悔。陆氏的未来不需要别人来操心。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事吗？李勋，立刻去查凯德资盘的沈墨白，我要他从小到大的全部背景资料，越快越好。
陆总，您让我查的事情全都查清楚了。凯德资产亚太区总裁沈墨白，他的原名叫沈小满。他和您在20年前生活在同一所孤儿院，阳光孤儿院，城西郊区。后来，他被一对美籍中人夫妇收养，带到了美国。同年，老爷找到了您，您被接回了陆家，从此天各一方。小满，真的是他？陆总，资料里记载的很详细。当年沈小满在孤儿院个头小，经常被其他孩子欺负，每次都是您挡在他前面。有一次您为了护他，头被打破了，缝了7针。他走的那天下着雨，车死死拽着铁门的栏杆不松手，最后是院长掰开了他的手指，把他抱上去的。我追着那辆车跑了很远，他隔着后车窗看着我，一直在哭。最后他把脖子上的玉佩扯下来，掰成2半，把其中一半从车窗里塞出来扔给我。他对我喊，让我等他，他一定会回来找我。陆总，我们深入调查后发现，他在北美市场主动放弃了几个与凯德利益高度契合的项目，专门抢陆氏的标的。他不是在做生意，他是铁要心要你。为什么？我们的人从凯德内部获得了一段私下谈话的记录。沈墨白曾对心腹说，他这么做是因为20年前您失约了。小满，我没有失约。陆总，那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你没给我机会解释。陆总，私下约我出来，是决定让渡北美渠道权了。你查我底细，陆晨，你把这东西拿出来是什么意思？想打感情牌让我放弃凯德的利益？你真卑鄙！我只是来告诉你，我没有失约。你撒谎！第2天在火车站，我在检票口一直等你，直到火车快开了，你都没有出现。我被养父母强行拽上车，我在车上哭到晕过去，你根本就没有来送我，你抛弃了我。第2天，院长为了防止我私自跑出去，把我锁在了房间里。我砸碎了窗户，翻墙跑出来。从孤儿院到火车站，我追着那列火车，在铁轨旁跑了整整3公里。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当年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说我要建一个让所有孤儿都能吃饱穿暖的地方。你放开我！这个承诺我记了20年，1秒钟都没有忘过。现在我来兑现了。陆总，关于北美渠道权的问题，我们凯德内部可以退一步，不要求让议，改为利润分成的模式合作。具体的分成比例，我们可以再谈。沈总，退一步，凯德资本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慈善了？陈总，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项并购案从立项到谈判，一直是我全权负责的。总部对你的谈判进度不满意，从现在起，这项并购由我全权接管。陆总是吧？想吞下我们的新能源板块，溢价必须提高到40%，否则免谈。40%，陈总，你这是在抢劫！之前沈总和我们谈好的基础溢价是20%。沈总，你最近和陆氏高层私下接触频繁，存在利益输送嫌疑，你现在被正式排除在谈判组之外，出去。陆总，慢慢考虑吧，凯德有的是时间谈，不过我的耐心是有限的。等你准备答应条件的时候，记得主动来找我。陆总，你们集团有内奸，我的人已经拿到了内部底价。今天除了40%的高额溢价，你们没有第2条路可走。陆总，底价泄露了，肯定是内部出了内鬼。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被动。40%的溢价，我可以签。爽快！陆总果然有魄力。但是我必须追加一项条款，既然溢价这么高，陈总必须担保这个项目未来3年的利润率。如果达不到，你需要用个人资产全额赔偿陆氏的损失。好，我签。有了这笔资金注入，利润翻倍都不是问题。陈永昌还真是蠢得可怜。这份备忘录上，我父亲的签名格式是10年前的旧版格式。这份文件早就因为法律程序变崩作废了。陆总，陈永昌为了在总部打压异己，不仅伪造证据，还涉嫌重大商业欺诈。一旦揭发，他将身败名裂。
他拿了陆氏的并购款，第一步肯定是转移资金到他的海外私人账户，金融系统已经全面布控，只要资金一动，立刻锁定冻结。收网。并购款到账。陆晨，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不是，我的海外账户为什么会被锁死？这不可能！陈总，不用试了，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陆晨，你敢暗算我？陈永昌，这是你收受商业贿赂、伪造尽职调查告以及20年前恶意转移资产的全部罪证，我们已经同步提交给了凯德资本总部和联邦商业调查局。你们怎么拿到的？那个包保险柜？陈永昌，总部刚刚发来邮件，你被正式开除，法务部已经启动了对你的诉讼程序。陆总，陈永昌的事情是凯德内部的管理失职，总部已经正式向陆氏集团致歉。现在并购案重新由我主导，我们可以回到正轨了。沈总准备怎么谈？我撤销之前陈永昌提出的所有议价要求，按照正常市场估值进行并购，但我有一个条件。沈总，请讲。陆氏必须承诺，未来3年在 Z 国区优先采购凯达的新能源技术。这个条件很合理，双赢的局面，我同意。合作愉快，陆总。合作愉快。这算不算我兑现了一半承诺？另一半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我正式宣布，陆氏儿童公益基金成立，首期注资10亿，在未来5年内，在国内各个省建设100所爱心之家，为失去家庭的孤儿提供庇护和教育。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慈善家的名头，是因为有人在20年前问过我一个问题，今天我来兑现这个答案的第一笔。我以个人名义捐股5000万，同时我已经正式辞去凯德资本亚太区总裁的职务。沈女士，您放弃高薪职位，全职运营公益项目，请问您和陆总之间是什么关系？他是我20年前答应过要照顾好的人。今天在台上，你那句话要是被媒体过度解读，陆氏的公关部又要加班了。我说的是事实，不需要公关。20年没见，你变化太大了，大到让我觉得站在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你不再是那个为了护我跟3个大孩子打架的男孩了。我在凯德做了10年并购，见过无数厉害的人，但你比他们所有人都让我措手不及。改变的只是身份，其他的都没变。陆晨，你现在是1000亿首富，外面有多少人盯着你，有多少利益算计，这些我比谁都清楚。我放弃了凯德的职位，不是因为我做不下去，是因为我不想再站在你的对立面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职位，没有年薪，没有那层光鲜的身份，我就是沈小满。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现在怎么想？2年前，在一次饭桌上，我被前妻和他的亲戚当面用西班牙羞辱，他们骂我是个废物，一无是处，但我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安静地听着。为什么不反击？有些人靠近你是为了你的钱，有些人靠近你是为了你的人。钱可以买来很多东西，唯独买不来真心。沈墨白，你回答我，你辞职来找我是为了什么？我要是为了钱，当年在孤儿院我就不会把那半块玉佩塞给你。我知道，我只是想亲口听你说出来。李勋，什么事？陆总，出事了！有人向纪检部门实名举报我们陆氏集团非法转移资产，举报材料已经在内部系统里传开了。谁实名举报的？举报人是陆家的老管家刘伯。陆总，刘伯向纪检部门递交了材料，指控您父亲生前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陆氏的初始资产。消息一传出，今天开盘不到1班时，陆氏股价已经跌停了。刘伯在我家做了40年管家，他绝不可能自愿做这种事。去查。刘伯在我家做了40年管家，他绝不可能自愿做这种事。去查。他最近接触了什么人，家里出了什么事，已经派人去查了。飞机降落前应该会有消息。
陆总，查到了，刘伯的孙女刘琳琳几天前被陈永昌的残党绑架了，他们用刘琳琳的命逼刘伯出面实名举报，刘伯不从，他们就发了一段琳琳被绑在椅子上的视频。陈永昌人都进去了，他的旧部还敢在国内兴风作浪？他们只是要用刘伯这把刀在陆氏身上捅一个最深的伤口，绑一个8岁的小姑娘逼老人就范。通知江征警方共享我们手里所有陈永昌残党的情报，锁定刘琳琳的位置，不需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刘伯，少爷，我对不住陆家，我对不住老爷，我对不住你呀！他们把我孙女关起来了。少爷，他们发来的视频里，琳琳被绑在椅子上，嘴上贴着胶带，一直在哭。他们说不照做就要剁她的手。少爷，我不照做，他们就要撕票啊！我没办法呀，我刘德贵活了70岁，死不足惜。可琳琳她还小，实在走投无路啊，少爷。刘伯，你照顾了陆家40年，这件事不是你的错。琳琳，我会把她安全带回来。现在切不接。里面情况怎么样？嫌疑人是陈永昌在海外雇的亡命徒，一共3个，手里有砍刀和匕首。他们已经放话了，半小时内见不到钱和征机就撕票。陆总，这帮人已经是亡命之徒了，走投无路肯定会死。拿大喇叭来，我跟他们谈。我是陆晨，开个条件吧，要多少钱我给。陆晨，1000万现金，加满油的直升机，半小时内见不到东西，我们就把这丫头从2楼扔下去。现金可以筹，直升机航线审批需要时间。我可以先做一件事，我一个人进去，给你们当人质。站住！把手放在脑后，别动！钱已经去提了，航线正在申请，现在把人放了。陆晨，你现在打电话让媒体发声明，说陈永昌是被你诬陷的，现在立刻！你们觉得拿到现金和直升机就能离开江城？大哥，他什么意思？外面是不是已经被围死了？意思是你们已经被抛弃了，现在放人算自首。你敢耍我们，老子先弄死你！陆哥，我好怕，他们说要砍我的手，我好怕再也见不到爷爷了。没事了，安全了，你爷爷在家里等你，你很勇敢。琳琳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小姑娘。少爷，我对不起您，我险些毁了陆家，老爷在天有灵，不会原谅我的。刘伯，你照顾了陆家40年，这件事不是你的错，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可是外面的新闻把您骂得体无完肤，一定要澄清啊，少爷。琳琳，你愿意站出来告诉所有人真相吗？告诉他们，你爷爷是为了救你才被迫做那些事。我愿意，陆哥，我不怕，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和警察叔叔把我救出来的，我不想让他们骂你。通知所有媒体，2小时后召开澄清发布会。陆总，网上传言您父亲当年非法转移巨额资产，请问是否属实？陆氏股价连续跌停，投资者损失惨重，陆氏不打算道歉吗？今天召开这场发布会是为了粉碎谣言，但在粉碎谣言之前，我想先让大家见一个人。各位媒体朋友，我是刘伯的孙女，我叫刘琳琳。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不想让救我的人被冤枉。几天前，我被坏人绑架了，他们把我绑在柱子上，用刀对着我，逼我爷爷做伪证。我爷爷是为了救我才说谎的，他不是自愿的。陆家从来没有欺压过我们，陆哥哥救了我的命，是那些坏人逼我爷爷说谎，一切都是犯罪分子的恶意诬陷，你们不要再骂他了。李特助，继续。陆氏及都审计企业将创通独立3日的机构对过去30年的全无记录进行彻查，审计报告就在这里，审计报告就在这里，欢迎大家逐页拍照逐行核对。陆氏收到尊严，不容践踏。看了直播，你在台上的反击，你怎么过来了？凯德那边不是还有收尾工作吗？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我怎么坐得住？机票改签了，提前了3天回来。有你这句话，这场风波就算闹得再大也值了。陆总，发布会效果极佳，各大头条都在转载那段视频，我放在这里，您待会儿有空看一眼。意料之中的事，不过今天的胜利不只是股价，是陆氏的名誉。
各位来宾，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问我，陆氏集团为什么要投入几十亿的巨资去做纯公益？我早年与父母失散，在孤儿院里待了整整7年，那种看着别的孩子被领养走，自己只能站在铁门后面目送他们的滋味，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个孩子都不会再有被世界抛弃的恐惧。我希望当他们长大后回忆起童年，能想到的不是生锈的铁门和漏雨的宿舍，而是爱他们的人和温暖的家。20年了，没想到这棵老槐树居然还在。我花重金买下了这块地皮，我让他们把这棵树绑了下来，它见证了太多，不能倒。你还记得吗？我说我们要在老树下埋一个时光胶囊。你挖开看看。你真的埋了东西？沈小满以后要嫁给陆晨，陆晨长大后要建全世界最大的孤儿院。你那时候连嫁字都写错了。这些，你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的？我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让你知道，从你没有忘记过。陆总，外界都非常好奇，在您的人生中最大的财富究竟是什么？我最大的财富从来不是陆氏的市值，数据会被刷新，奖杯也会落灰。我最大的财富是重要的人依然还陪在我的身边，走散的人能重逢，失去的能回来，这才是一个人生命中最不可替代的财富。借此机会，陆氏集团正式宣布一项任命，沈墨白女士将出任陆氏公益基金会的第1任理事长。你把我叫到办公室来干什么？楼下还有很多宾客没有送走。应酬的事情李勋会处理，你先过来看看这个。陆晨，这是干什么？什么时候做的这些？你知道的，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我不会说漂亮话，不会制造惊喜。这辈子做过最冲动的事，就是20年前追着火车跑了3公里。但是自从与你重逢后，我都在想，如果我能早点找到你就好了。你就不会在江边问我那句你现在怎么想的时候声音抖成那样。所以今天我想问你，你愿意让这对玉佩再也不分开吗？陆晨，你是认真的吗？不是因为亏欠，不是因为补偿，不是因为你觉得20年欠我一个答案，而是你真的想好了，想好了要和我共度余生。小满，你看这玉佩，我把它们拼起来，是因为在我心里它本就该是一体的，裂痕是它的一部分，就像这20年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是分开，是等待。它从未分离，它也从未断过。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决定，但从来没有一个决定让我想了20年。今天我向你求婚，不是因为我想弥补什么，是因为我不想再和你分开。我愿意，我等了20年，终于等到你亲口问我了。我发誓，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不让你再等。20年前追不上那列火车，但从今以后，你走哪里，我就在哪里。我只是想买一对杯子，你把整个商场都清场，是不是太夸张了？我记得你在发布会上说过，陆氏的钱不是用来浪费的。发布会上的话对投资人说的，对你不算浪费。我只想让你安安静静的挑，不受任何人打扰。这对怎么样？以后放在我们家的餐桌上，你用一个，我用一个。好，听你的。从今天起，以后都听你的。陆总、沈小姐，我这就为您包起来，祝2位百年好合。小婉啊，你看新闻了没？那个陆氏集团的陆总，就是以前给你，哎呀，就是那个大首富，他昨晚求婚呐，全程直播，江边放了半个小时的烟花，那排场，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烟花。求婚？跟谁？说是那个什么基金会的女理事长，叫什么沈墨白，照片上可漂亮了。新闻里还说婚礼已经在筹备了，要办得特别盛大，全城的名流都要去。他要结婚了。和那个女人，
说起来你们以前还是夫妻呢，你说你这命……哎呀，我不说了，你别往心里去啊，这缘分的事儿强求不来的，你看开点儿。他要结婚了，他真的不要我了。他说过以后的路各走各的，是真的。这里不能摆摊，跟你说过好几次了，今天必须收了，再不走我们就按规定没收东西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走，这就走，马上收，马上收。陆晨，你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我了吗？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回来看看我好不好？他手上之前还戴着那枚我买的戒指，说明他心里一定还有我的。只要我穿上这条裙子，站在他面前，他一定会原谅我的。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他只是被那个女人迷惑了。我们有10年的夫妻情分，他怎么可能说忘就忘？这位女士，没有预约，陆总谁都不见，请不要影响我们正常办公。我是林婉，我是他前妻。你告诉他我来了，他一定会见我的。你打个电话就行，他会接的。女士，请你不要在这里闹事，每天来认亲的人多的是，再不走我们就不客气了。是你抢走了陆晨，你这个狐狸精，你凭什么？我和他有10年的夫妻情分。你是林婉，是又怎么样？你别以为你赢了，我们10年的夫妻感情不是你能比的。这里人多，我们去旁边说吧。你不就是想炫耀吗？炫耀你现在是陆太太。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当初的误会，根本轮不到你。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只是想告诉你，陆晨他从来没有恨过你。不恨我，他为什么把我逼到这个份上？我现在只能在一个破档口卖花为生。你说他不恨我？没有逼你，陆氏你是你自己选的，顾庆的担保协议是你亲手签的人，你和他之间的每一次选择，他都给过你回头机会，你知道吗？他刚跟我提起你的时候，只是说不是所有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有些人出现在生命里，只是为了让你认清自己是谁。不是所有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那套房子被法院查封之后，是他匿名帮你爸交了医药费。你以为你那个花档的营业执照为什么那么快能办下来？他说，毕竟夫妻一场，不希望你活不下去。不可能，他那么恨我，他在地下车库看我。这里面有20万，他说算是给你的最后一点补偿，密码是你们结婚的日子。拿着这笔钱去找个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吧，别再来不长。他现在很幸福。陆总，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这1%我真的不能拿。这是你应得的，陆氏走到今天有你的功劳，签了吧。刘伯，这是西郊那套带院子的房子钥匙，院子很大，可以种花，也可以种菜。您年纪大了，该享享清福了。少爷，您的大恩大德，我刘德固几辈子都还不清啊！老爷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您骄傲的。刘伯，陆晨一直把您当长辈看待，这不是恩情，是心意，您安心收下，以后我们还会常去看您。李勋，风向确认过了吗？马上降落，不要偏离沙滩中心。打开舱门。陆晨，你疯了吗？这得多少花呀？小时候喜欢看孤儿院，你蹲在墙角看一株野菊花都能看一整个夏天。那时候我就想，等以后有钱了，要让你看全世界最美的花。太夸张了，这得浪费多少钱？我记得陆氏发布会上你不是这么教投资人的。我努力赚钱，就是为了今天能毫无顾忌的败家。你要是嫌不够，我明天让人再撒一次，这次换白玫瑰。别，够了，真的够了，这比我梦里想象的婚礼还要美10000倍。不过陆先生，我的高跟鞋里全都是花瓣了，踩在沙滩上好难走。那就不穿了，把鞋脱了。沙滩很软，不会扎脚。你帮我拿着。你说，要是媒体拍到限量婚鞋被你当拖鞋拎，会不会又要上头条了？我不仅帮你拿鞋，我还要牵着你走完这辈子。拍到就拍到，让他们看看陆晨是怎么宠老婆的。你现在越来越熟练了，当年在孤儿院，你可是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的闷葫芦。别的小朋友找我玩，你半天憋出一句，他今天不舒服，你别吵他。那个闷葫芦长大了，
学会了怎么哄老婆开心，你满意吗？这排场太绝了，居然在这座海岛上建了栋全玻璃教堂。这座岛是他买下来的？可不是，这座岛据说花了10几个亿。不过你看那边，那个小女孩是谁家的？妹妹，你手别抖啊！里面的音乐响了，我们马上要推门了。我就是太激动了，沈姐姐今天像仙女一样，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她一样，又漂亮又能干，嫁给一个像陆哥哥这么好的人。小满，深呼吸，别紧张。妈妈还记得你刚来美国那天，小的像一只受惊的猫，躲在门后面不肯出来。一转眼你要嫁人了。爸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带我回家，供我读书，支持我所有我想做的事，也谢谢你们今天陪我走这一段路。傻孩子，你是我们的骄傲，从第一天起就是。走吧，新郎要等急了。陆晨，20年前我们收养了他，那时候他那么小。今天我把我最珍贵的女儿交给你了。爸，您放心，从今天起，谁也别想把她从我身边打走。好，他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对的人。陆总太太，恭喜你们，辛苦你了，李迅。这么多年，每一件事都辛苦你了。陆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沈墨白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都永远爱她、尊重她、保护她，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愿意。沈墨白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陆晨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都永远爱他、尊重他、保护他，直到生命的尽头。我愿意。现在，新郎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等这句话等了20年。